如果你以為睡得越久，身體就越年輕，這篇剛在《自然》刊出的研究畫出的卻是另一張圖。他把英國生物樣本庫裡將近50萬中晚年人的自報睡眠時長和23個來自影像、蛋白、代謝數據估出來的生物年齡中全部放在同一條橫軸上看，結果最反直覺的不是睡夠8小時最年輕，而是這條曲線兩端都翹起來，最低點落在中間，大致在每天6.4到7.8小時之間。但要先說邊界，這不是一份個人的睡眠處方，他說的是一個群體層面的關聯。當你把每天睡4到6小時的人和睡8到10小時的人跟睡6到8小時的人放在一起比，兩邊那群人的生物年齡中走得都更快一些。更麻煩的還在後面，短睡和長睡乍看都偏離了中間區間，但研究發現他們連到的疾病、遺傳信號和大腦變化根本不像同一種壞睡眠。一頭跟代謝、心血管、消化、骨關節都關係廣，另一頭卻更多落在大腦和情緒相關的問題上。所以這篇論文真正想告訴普通人的，不是現在開始睡6.5小時，而是一張可以用來看健康風險的群體地圖。要把它讀懂，第一步是先弄明白這些生物年齡鐘到底在量什麼。為什麼不是一個鐘，而是一整排？我們平常講身體年齡，常常想成單一一個數字，身份證上寫的歲數，或是體檢報告下方那行您的健康年齡。但這次研究的做法完全不同，它不給每個人算一個總年齡，而是把身體拆開，從不同層次各自看老化的進度。研究人員一共做了23隻這樣的鐘，11隻來自血漿裡的蛋白組指紋，捕捉的是腦、肺、肝、免疫、皮膚等等系統的化學狀態；5隻來自血漿裡的代謝產物，看的是內分泌、能量代謝這一類訊號；剩下7隻來自核磁共振，看的是大腦、心臟、脂肪、胰臟這些器官結構長什麼樣。每一隻鐘做的事其實是同一件，用同齡大群體當基準，再用模型估出你這個器官看上去像幾歲。如果模型估出來的年齡比實際年齡高，研究裡稱它為一個 back， 也就是生物年齡差。為正代表這個系統老得比同齡人快，為負代表慢一些。所以一個人不再只有一個年齡，而是有可能腦子像同齡人，肝臟卻已經偏老，或者心臟偏年輕，但內分泌看上去更老成。把這23隻鐘並排放好，你才能看到睡眠時長到底跟身體哪一塊發生了關係。問題是23隻鐘並不會同時亮起，研究最後挑出的主角只剩下9隻，那剩下14隻為什麼安靜？後面會講到。研究者讓23隻鐘各自跟自報睡眠時長配對，做的是一種能畫出曲線形狀的統計分析。它允許曲線往任意方向長，不預設一定是直線、是 U 型還是別的形狀。最後通過嚴格多重檢驗的鐘有9隻，這9隻鐘畫出來的曲線高度一致，全都呈 U 型，中間是一段低谷，兩邊往上翹。它包含腦的蛋白組鐘、肺、肝、免疫、皮膚的蛋白組鐘、內分泌的代謝鐘，加上腦、脂肪、胰臟的影像鐘。也就是說，不是某一個系統碰巧畫出這個形狀，而是不同層次的測量獨立指向了同一個現象。谷底落在哪裡？這也得分開看。整體來說，在這個樣本裡，女性最低點大致在每天6.5到7.8小時之間，男性是6.4到7.7。再進一步拆開，腦的蛋白組鐘最低點在7.8小時上下，腦的影像鐘卻是6.4到6.5。也就是說，不同器官、不同性別，谷底位置並不重合。這個區間是研究這份樣本算出來的，不是給每個人開的睡眠處方。更值得注意的是那14隻沒亮起的鐘，它們沒有顯著的 U 型，但不代表這些系統跟睡眠完全無關。它只是說，在這個分析裡，那種曲線形狀沒有跨過嚴格的統計門檻。研究真正在強調的是有9隻鐘從不同角度同時把同一個 U 型畫出來，這已經是一個跨系統、跨組學的群體模式。那麼下一個問題就比較沉重了。如果這個 U 型對應到身體老化加速，它能不能再往前一步，
連到真實的疾病和死亡風險。為了回答這個問題，研究者離開生物鐘去看真實的健康記錄。他們把樣本分成3組，每天睡4到6小時的算短睡，6到8小時的算正常作為對照，8到10小时的算長睡。然後追蹤每個人後續確診各種疾病的時間，也追蹤死亡記錄。結果是這樣，和睡6到8小時的人相比，每天睡4到6小時這群人全因死亡的風險升高大約1半，睡8到10小時的這群風險升高大約40%。要強調的是， 1.5 和 1.4 這2個數字不是哪一個人的壽命預測，它是把一群人放在一起平均出來的相關係數，研究裡稱為群體層面的危險比。疾病這一邊更為廣泛，論文總共考察了700多種臨床診斷終點，凡是病例數超過50的都納進來。短睡的這群人跟心臟病、2型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各種焦慮、憂鬱、慢性肺病、胃食管反流都有顯著的正向關聯。長睡那群人關聯沒鋪那麼開，但在憂鬱症、雙向情感障礙、思覺失調這些大腦相關問題上特別明顯。到這裡，那個原本看上去只是一段幾何形狀的 U 型，已經不再只是統計上的曲線了。它跟一張關於整個身體和大腦長期健康的地圖慢慢重疊起來，但同樣是落在 U 型兩端，短睡和長睡走過的疾病版圖差別這麼大，它們會不會根本就不是同一種壞睡眠？這個問題，研究在2條獨立的證據鏈上都做了檢查。第一條是基因層面，團隊先做了一次全基因組關聯分析，找出哪些 DNA 位置和異常睡眠時長連在一起，再去問這些和短睡相關的基因跟哪些疾病的基因背景有重疊，跟長睡相關的又跟哪些重疊。這種重疊不是因果，它只是說在 DNA 這個層面，這2條線出現過共同訊號。第二條是剛才那張臨床診斷的直接統計地圖，2條線指向了同一個結論。短睡的這一邊，遺傳和臨床都鋪得很開，從心血管、代謝、骨關節、肺部、消化道，一路到憂鬱、焦慮、藥物使用，幾乎每個大系統都有它的影子。長睡的這一邊，輻射範圍就明顯收窄，集中在大腦相關的疾病，嚴重憂鬱症、思覺失調、雙向情感障礙、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偏頭痛。把這2張地圖疊在一起，會看到一個有意思的結構。短睡像是一種廣泛的系統壓力，它在身體很多地方都留下痕跡。長睡更像是一面鏡子，反射出的東西大部分指向大腦本身的狀態。當然，這仍然是相關，不是因果。但這裡有一個現實的結論，如果未來想做干預，不能用同一套思路。短睡這一邊可能要對着生活方式、代謝、心血管做整體調整，長睡那一邊得先問清楚這個人是不是已經有了大腦或情緒方面的長期問題。那麼，如果長睡更偏向大腦那邊，它和真正常見的晚年憂鬱之間會不會走着一條更繞的路？論文選了一個特別有代表性的情況來分析晚年憂鬱症，也就是中老年人較常出現的那種長期情緒問題。他用了一種叫做結構方程模型的路徑分析方法，可以同時檢查2件事：睡眠是直接和憂鬱症關聯，還是先讓某些器官的年齡中變化，再經由這些變化連到憂鬱症。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張地圖上的箭頭，一種箭頭從睡眠直接指向晚年憂鬱，沒有經過中間任何一個器官中；另一種箭頭先指向某個器官中，比如腦的影像中或者脂肪的影像中，再從那裡指向憂鬱症。結果是2端表現得相當不一樣。短睡這一邊最強的箭頭是直接的，它沒有經由腦或別的器官，就和憂鬱症本身有顯著的關聯。換句話說，短睡的這群人，憂鬱症的風險升高，看起來和睡眠本身的某種直接後果連得更緊。長睡這一邊，幾乎全部的關聯都得繞一圈才走得通。特別是腦的影像中，它一支就承載了整個長睡到一種憂鬱症亞型這條路徑大約60%多的解釋力。也就是說，研究觀察到，長期睡得長的人，憂鬱風險升高，並不是直接從睡眠本身出來的，
而是經過了一個腦結構已經顯老的中間站。這個結果跟前一段的疾病地圖呼應上了。短睡像是廣泛的壓力，本身就是個直接訊號；長睡更像是一個結果，反射出大腦這幾年的狀態。但講到這裡，必須回到那個讓所有觀察性研究都頭痛的問題上，箭頭的方向。到底是睡眠在前，疾病在後，還是反過來，身體先出了問題，才讓人睡得異常？研究團隊自己也很在意這個問題。他們用了一種叫做孟德爾隨機化的方法，原理是借助先天就決定的基因變異，當天然分組，去檢查疾病到底會不會反過來導致睡眠變短或變長。如果這條路存在，那它在這個分析裡也應該留下訊號。實際算下來，他們沒有看到普遍意義上的反向因果，也就是說，大多數疾病並沒有顯示出先存在再讓人睡得異常的強烈證據。但團隊很明確地寫進了論文，這個結果不能獨成方向已經被鎖死。他們列了幾條原因，方法本身對某些情境並不敏感，長期睡眠時長和疾病之間很可能存在雙向影響。論文用的睡眠數據是自曝的，並不是睡眠實驗室的精確測量。樣本以歐洲血統為主，能推廣到其他人群的範圍有限。午睡細碎、晝夜節律失調這類因素，他們也沒有單獨評估。換句話說，這項研究的最強訊號是異常睡眠時長跟未來健康風險的群體關聯非常穩，而不是異常睡眠導致這些風險。風險信號可以採信，但因果方向，論文選擇了把問號保留下來。這是一個讓研究讀起來更可信的姿態，也讓接下來那個問題變得很實在。這麼一張，一邊是穩定群體關聯，另一邊又留着方向問號的圖，對着熒幕另一邊的普通人應該怎麼用？論文最後給出的答案跟很多睡眠科普給的方向都不一樣。他沒有告訴你應該睡 6.5 個小時，也沒有給你一個最佳睡眠時長按鈕。他說的是這樣一張地圖，在中晚年群體裡，睡得太短和睡得太長都和多個身體系統的老化加速，未來疾病風險、死亡風險走在一起。而短睡和長睡背後對應的又是兩種不同結構的健康狀況。對你來說，可以拆成3件事。第一件，這是一張群體風險地圖，不是個人睡眠處方。研究的最低點是一個樣本算出來的中位區間，沒辦法精確告訴某一個具體的人今晚要睡幾小時。把它讀成我必須睡7小時12分，這項研究撐不起來。第二件，這份研究問的是一個人通常睡幾小時，不是某一晚的事。他用的是參與者自己回報的每24小時平均睡眠時長，含午睡，做的是橫斷分組，並沒有把同一個人常年追蹤後再驗證。所以，與其讀成偶爾熬一夜或週末多睡2小時這種短暫變化，它更貼近你回答我這陣子大概睡幾小時時所代表的習慣性區間。第三件，特別是長睡那一邊，如果你發現自己長期睡得超過8小時還是覺得累，這份研究的提示不是你太懶，而是這可能是身體在告訴你別的事情，值得結合健康狀態一起去看。把睡眠想象成手錶上一個按鍵，按到對的數字就抗衰就延壽，這份研究沒給這樣的答案。他給的是一張可以掛在床頭，提醒自己長期極短和極長都值得認真看待的群體地圖。下一次睡眠習慣明顯偏離中間區間的時候，至少你會知道它不只是一個生活方式問題，